Hello，大家好，我是 Eddie 黄，欢迎大家观赏 NVIDIA Clara 运算平台展演第3个视频。大家在医疗 AI 开发好模型之后，如何有效部署进入工作场域，这的确不太容易。主要的原因有几项像是每个专案都有不同影像格式的 input 与复杂的前处理，还有不同模型部署伺服器与临床资料库跨系统通讯。或者是当模型库里有多到数百种的模型，需要进行为服务的执行，这些延迟等等，都让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NVIDIA Clara Deploy 提供一个快速部署平台，一次解决许多的问题，让模型结果具象化，方便视觉化结果评估。让我们一起观看今天为各位准备的 Clara Deploy。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如何利用 Clara SDK 快速的建构一个脑肿瘤 AI 分割推论系统，并且视觉化在网页上。今天的教学题目为 Clara Deploy Live Demo。在开始之前呢，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使用的硬体环境。我们使用的伺服器是 DGX Station， 上面包含了4张 V100 的 GPU。首先，我们必须要到 Clara Deploy 的官方文件上去下载我们的环境。那文件中有 Step by Step 完整的教学。那我们到 2.2 Steps to Install 的部分。首先，我们要到 NGC 上去下载 Bootstrap.deep。NGC 帮各位打包好了 Clara Deploy 所需要用到的所有环境。那我们在搜寻栏位搜寻 Bootstrap， 点选下载后，下载到本地端。那由于我们的 GPU 是在伺服器上，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 SCP 的方式将档案传送到伺服器上。那我们在 Download 资料夹的确有我们刚刚下载好的 file.deep。那我们现在透过 SCP 的方式传送。好，我们现在在 Server 端就可以透过 onLeap 的方式将压缩档进行解压缩。解压缩之后会包含一个 bootstrap.deep 的档案。再度解压缩之后呢，里面包含了一个 bootstrap 的资料夹。资料夹中包含了我们的安装脚本，以及解除安装的脚本，以及其他的档案。那接下来我们参考官方文件，我们用速度 root 的权限去进行我们环境的安装。这个安装会花费一些时间。安装完成后，我们要进一步安装 Clara Command Line Interface，Clara CLI。同样的 ，NGC 也为我们将 Clara CLI 打包好，放在平台上。我们可以借由搜寻栏位快速的搜寻，找到我们要下载的套件。在 Clara Deploy CLI， 我们一样点选下载，下载到本地端。那跟刚刚一样，我们要先进行解压缩。解压缩完以后，再透过 SCP 的方式传送到伺服器上。Clara Command Line Interface 是非常 powerful 的 API， 可以借由 Kubernetes 以及 Helm Chart 快速搭建起医疗相关的需求以及服务。现在，档案已经上传到伺服器上。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解压缩。解压缩的指令可以参考官方的文件。在这边解压缩的同时，我们将执行档复制到我们的环境变数底下，在未来任何的路径底下都可以直接的呼叫 Clara 的 API。我们可以借由 Clara version 来确定我们的 API 是否设置成功。接下来我们可以透过 Clara config 来设置 NGC 的金钥。设定完金钥，可以让 Clara 直接的跟 NGC 进行互动，譬如说下载训练好的模型以及 pipeline。接下来我们可以借由 Clara Pool 来下载 Clara 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可以借由一些 API 来监测环境的状况。譬如说最右侧，我们借由 Kubernetes 的 API 来监控 Path 以及 Helm Chart List， 以及左下方的 NVIDIA SMI 监测 GPU 的使用状况。接下来我们继续下载不同的服务，包括 DICOM、Rendering Server、Monitor 以及 Console。接着我们一样利用 Clara 的 API 将这些服务启动。启动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监测的环境有不同的服务被开启。同样的，当我们执行 Clara Render Start， 我们也可以看到 Render Server 的 Helm Chart 被启动，以及 Kubernetes 对应的 Pod 被执行。接下来，我们依序把其他服务也启动。启动 Monitor 后，可以看到对应的服务。以及最后的 Console Start。在 2.3 Verify Installation 的部分，我们刚刚在 Terminal 都已经同时的在观测了，也确实不同的服务都随着指令被打开而启动。接下来所有环境设定都已完成，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我们的 Demo。首先，我们要从 NGC 上去下载今天使用的 Pipeline。那一样，我们可以进行手动下载，到 NGC 上去搜寻 Segmentation。这边有各式各样的 Pipeline 范例可以供下载。但同样的，我们刚刚 Clara 已经绑定了 NGC 的平台，所以我们可以借由 Clara API、Clara Pool Pipeline 来下载我们所需要的范例程式。下载完后，我们进入到资料夹，准备对资料进行解压缩。首先要解压缩的是我们医疗脑影像的输入资料。接着我们将解压缩我们训练好的模型。在解压缩模型的同时，我们把它复制到 Clara Inference Server 对应的模型资料夹底下。这样子，我们的 Inference Server 就可以去自动抓取这些训练好的模型。第三步骤 Create Pipeline， 我们一样借由 Clara Create Pipeline 的 API 去执行我们已经撰写好的脚本。Clara List Pipeline 可以显示出 Clara 平台上正在运行的 Pipeline。我们必须把这边的 Pipeline ID 记录起来，等一下设置于我们的 DICOM Server 之中。第四步骤 Set up DICOM Adapter Server。为了绑定刚刚我们设置好的 Pipeline 以及我们的伺服器，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对 DICOM Server 进行设定。在 DICOM 的脚本之中，我们可以看到 Host IP 必须改写为我们的伺服器 IP。我们这边使用的 IP 是 10.19.104.11， 以及我们刚刚复制好的 Pipeline ID
一样要在对应的栏位上进行改写。改写完成后，我们对 DICOM Server 进行重。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服务准备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将准备串流我们的医疗影像到我们的伺服器上。我们可以使用 DCN-TK DICOM Toolkit。DICOM Toolkit 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医疗使用工具。那我们可以借由它传送我们的资料到伺服器上，以及接收伺服器的回传资料。那首先我们创造了一个 Output 的资料夹，我们可以在这个资料夹设定一个接收器，去收集伺服器回传的结果。那这边我们执行后，把它放到背景程式。接下来我们到我们医疗影像的储存资料夹中，我们借由 Store SCU 的方式，将这些医疗影像传送到我们的伺服器上，进行推论，将脑肿瘤分割出来。传送完毕后，我们可以到我们设置好的 Rendering Server 上进行视觉化的观测。我们的 Rendering Server 架设在8080 port 上面。同时，我们去观测我们的环境监测，我们可以看到有2个服务正在被开启。当这些服务被开启后，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角的 GPU 监测上，每一张 GPU 的 memory 都被占据。这边同时有4个模型，分别在不同的 GPU 上进行准备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 Output 资料夹收到了伺服器回传的结果，也就代表说我们的 Rendering Server 已经准备好进行视觉化。我们将视觉化的结果点开，可以看到我们的脑影像被视觉化在我们的网页上。这个视觉化系统还包含不同的 Viewer 以及角度。同时，我们也可以把我们 segment 出来的脑肿瘤部位一同视觉化在我们的系统上。以上就是 Rendering Server 的部分。最后要带各位看的是我们的 Pipeline。我们 Pipeline 也有一个视觉化的界面在 Argo 的平台上。Argo 的 port 设置为8000。各位现在看到网页上的 Pipeline 就是我们医疗影像的流程，包括前处理、资料的读取、AI 模型的推论以及最后的视觉化。我们也可以点选右边的 YAML 按钮，来观察不同阶段的操作是否正确。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谢谢。看完 Clara Deploy 的演讲视频，是不是也觉得 AI 模型部署不是那么困难了呢？大家都知道 NVIDIA 结合 GPU 进行大量平行运算，增加整体运算速度，大量缩短专案开发的时间。在医疗领域 ，Clara 运算平台除了在系统底层进行加速外，更提供许多应用层上的服务功能。个人的观点，1-2个模型部署或许看不出 Clara Deploy 的强大效益，但是当有数百个医疗 AI 模型准备进行执行运作服务的时候，才是 Clara Deploy 可以看出最大效益的时候。在医疗领域内，完整的医疗 AI 落地那天应该很快到来吧。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对 Clara 有任何问题，或想看我们演示其他 Clara 的功能，欢迎你透过 email 与我们联系。谢谢。